大家好，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今天勇哥继续给大家介绍 XUI 最新的 XHTTP 传输协议。勇哥总结了7套最简单部署方式，包括 UDP、TCP、CDN， 那总有一款适合你。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首先，我们打开勇哥的 GitHub XUI 项目。然后我们复制一键脚本，打开自己的 VPS， 我这里用的是甲骨文云的 VPS， 我们直接把脚本粘贴上去，然后回车。之前的 XUI 很多期教程我都说过了啊，那这里我会快速的略过。进入 XUI 的安装界面，我们选择1进行安装，回车，开放所有端口。接下来输入用户名，我这里随便写一下啊，密码，登录端口，跟路径。所有的设置大家根据自己需求进行一个填写啊。接下来进入安装完毕的 XUI 界面，那我们先使用这个 IP 登录方式啊，复制这个地址，然后我们打开网页，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首先给大家介绍方案1，就是 Reality 传输方式啊，它是不需要域名的。那我们点击节点列表，添加节点，我们这里先设置一个名称，随便写啊。我这里就写 Reality， 协议选择 VLAS， 端口这里可以随机， UUID 也是随机，传输协议这里要改成 XHTTP， 然后最下面我们要使用 Reality， 点击 Reality， 下面的参数会自动填好，那这样就搞定啊。我们选择添加，然后我们点击操作二维码，复制导入我们的 V2N 客户端，我们直接剪切导入。我们把它设为活动配置文件，它只要有延时的数值，说明这个节点就是通的。OK 啊，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方案1。那方案2这个节点的话，我们要使用 CDN， 必须要有一个域名。我们先打开 CF 的官网啊，选择你解析好的域名，然后我们这里要注意3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 SSL、TLS 这里我们要把配置改成灵活。为什么要改成灵活呢？因为相对来说啊，灵活的话兼容性是比较 OK 的啊。包括我接下来要演示其他的方案的话，兼顾的方面更多一点。然后第二点，边缘证书这里拉下来，这里始终使用 HTTPS， 保持默认关闭，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用到80系的端口。然后第三点，在网络这里 gRPC 一定要开启。那这3点大家要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点击 DNS。点击添加记录 IPv4 地址啊，就是我们的 VPS 地址。然后名称的话，这里随意，我随便写一个啊 QQ。然后代理状态 CDN 小黄云，建议大家选择关闭，因为优选 IP 的话，小黄云开不开无所谓，都是有一个 CDN 的效果的。除非你要用这个域名地址作为客户端地址实现 CDN。那小黄云必须打开，但是你开启小黄云之后，这个 IP 下的直连协议可能都会出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能不开黄云就不开，然后点击保存。接下来创建节点，我们点击添加节点，名称我这里随便写一下80，协议选择 VLAS， 端口的话，这里我必须使用80系的端口，比如说2095，传输协议选择 XHTTP。然后这里的域名使用解析好的域名，下面都不用去改动。接下来点击添加，然后我们把这个节点复制过去，剪切导入。默认的话，它是一个带 IP 的直连裸奔协议啊。接下来我们要优选 IP， 那优选 IP 的话，直接改动它的客户端地址就可以了。随便选一个优选 IP， 比如说 3w.visa.com.sg， 确定。看一下右下角有没有ping值，有ping值的话说明没有问题。OK 啊，有ping值，那说明这个节点就可以优选 IP 了。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啊，特别是免费域名80系节点下，它是不支持 CDN 优选 IP 的，比如说 EU.org， 具体大家自己可以测试。这个就是方案2，用80系节点开启 XHTTP 的 CDN 优选 IP。接下来就是方案3，有些情况下你的 VPS 不支持80系端口，特别是那些 NetVPS 都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必须使用回源端口，快速创建一个节点，节点名称就选 NAT，
协议选择 VLAS， 可能 NetVPS 给我的端口是61111，然后传输协议选择 XHTTP， 然后点击添加，节点导出来啊，复制，然后从剪切板导入，我们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默认的话，它是一个 XHTTP 直连裸奔节点，它还是有延迟的，说明可以用啊。但是我们要 CDN 优选 IP。回到 CF， 我们点击规则，规则这里有一个概述，我们点击概述，我们要找到 ORIGIN 开头的这个规则，你可以点击创建规则，这里有没有？有的话就选中它。那我这里界面上直接有，直接点击创建规则，然后规则名称随便写，字段选择主机名运算符等于。那这里的值就是我们解析的域名，原先解析的域名是这一个啊 QQ 开头的，但是勇哥现在是把所有的情况都列一遍，所以回源端口解析域名跟默认的 IP 解析域名会有冲突啊，所以我这里再解析一条，改成别的，比如说 TT 吧。下面的重写到的端口就是我们设置的端口61111，点击部署。这里的话，我要选择第二个啊，创建新代理，因为我毕竟没有解析过。然后 IPv4 地址就是 VPS 的地址，那前面的名称就是 TT， 然后点击创建记录部署规则。OK， 那这样回源设置就已经完毕。那我们点击这个假设的 NetVPS， 首先我们把它的端口改为80系的，比如说8880。优选 IP， 比如说 WTO.org， 大厂的优选域名，伪装域名必须是这个回源设置的域名，就是这个 TT 开头的域名。粘贴，点击确定，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角啊，如果有 pin 值的话，说明没有问题了。OK 啊 ，pin 值已经有了。80系的节点注意啊，就跟方案2一样，有些域名是可以80系，有些域名不能80系。比如说把它改成8080，右下角的 pin 值。OK， 还是有的。那这种方式443系端口可不可以？443系端口也是可以的，但是端口只能用443。我们现在克隆这个80系，好，克隆完毕。现在我们打开克隆好的节点，把这个端口改成443，然后 TLS 开启，跳过证书验证，选择 FALSE， 确定。我们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看右下角有没有 pin 值。OK， pin 值也是有的。那方案3的话，用回源端口创建443和80系的优选节点，测试一下真连接吧。那4个节点都是可以同时使用的。接下来我们说一个重点，方案4到方案7必须要申请证书。首先我们回到 SSH， 我们顺便开启域名 HTTPS 登录方式。注意，我们申请证书的方式使用 DNS API 方式，选择10管理 ACME 申请域名证书，然后选择1。注意，之前的教程我统一让大家选择第一个，这里的话建议大家使用第二种 DNS 方式申请证书。然后邮箱的话，这里跳过，输入解析完成的域名。注意啊，解析完成的域名我们要用 DNS 里面的最早解析的名称是 QQ 开头的啊，因为 TT 开头的这一条解析的话已经被用在回源端口上，而且它默认开启了小黄云，所以这条 TT 开头的解析记录你不要去动它，名称是 QQ， 输入 QQ 点主域名，复制过来，粘贴。回车，选择托管的解析服务商，选择1 Cloud Files， 然后它会要求你输入 CF 的 API Key，API Key 在哪里？回到 CF 的界面，我们点击概述，然后拉下来，这里有一个获取你的 API， 点击，这里就有一个 GLOBALK， 我们点击查看，然后输入 CF 登录的密码，点击验证，然后点击查看，这个密钥就是你自己的密钥，大家要保护好。点击复制，粘贴上这个密钥，回车，然后输入登录 Cloudflare 注册邮箱的地址，这个大家自己应该都清楚啊。输入完毕之后，点击回车，这样的话就申请证书了啊。这种证书申请方式的话，就能很好的规避续期失败的一个问题。OK 啊，出现这个界面就说明申请成功了啊。我们回车进入 XUI 界面。接下来我们打开 XUI 面板，在面板设置这里要设置路径，复制一下，
这2行路径就可以了。点击保存配置，点击重启面板。那这样的话，域名登录 XUI 的方式就可以使用了啊。粘贴，点击回车。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个域名方式，这里的证书都有显示啊。然后我们快速的登录一下。OK， 证书已经申请完毕，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点操作啊。那方案4的话就是 XHTTP TCP 直连，点击添加节点，名称 TCP 直连，协议选择 VLAS， 端口随意，传输协议这里 XHTTP， 然后点击 TLS， 域名证书已经申请，证书所指向的域名就是你解析的域名，我们直接在这个地址上面直接复制就可以啊。粘贴，点击添加。把节点复制一下，导入，设为活动服务器。看右下角 pin 值还是有的，说明这个节点没有问题。接下来方案5 TCP 的 CDN 模式，点击添加节点，名称 TCP CDN 优选 IP 模式，协议选择 VLAS， 端口必须是443系，443系有6个端口啊，比如说2096，然后传输协议选择 XHTTP。那 CDN 优选 IP 的话 ，host 这里要写一下，那 host 的地址就是域名解析的地址，然后 TLS 把它点亮，证书指向的域名同样的还是这个解析的域名，添加，我们直接把节点复制到客户端，导入，把它改成优选 IP， 比如说随便写一个大厂的域名啊 3w.visa.com.hk， 我们点击确定。设为活动服务器，右下角它的 pin 值应该还是会有的。OK， pin 值有的。接下来就是方案6 XHTTP 的 UDP 方式啊，点击添加节点，名称 CDN 优选 IP 方式吧，协议选择 VLAS， CDN 的话端口必须是443系的啊，那6个端口随便选一个，比如说8443，然后传输协议选择 XHTTP， host 地址还是域名解析的地址。然后 TLS 域名证书点亮，证书所指向的域名，域名解析的地址添加。接下来我们把它导入，导入之后改成优选地址 3w.web.com， 然后下面注意 ALPN 我们必须改成 H3 啊，因为 H2 和 HTTP 1.1 它不是 UDP，H3 才是 UDP， 我们选择 H3， 然后点击确定，设为活动服务器，我们看一下右下角它这个 pin 值有没有？好 ，OK 啊，有 pin 值说明通的。那接下来就是方案7，就是 UDP 直连，点击添加节点 UDP 直连，协议选择 VLAS， 因为直连协议端口随便，传输协议选择 XHTTP， TLS 域名证书申请所指向的域名，然后这里也一定要注意 XHTTP， 它这里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是直连UDP 的话，必须仅选择 H3， 那我们这里选择 H3， 然后把 H2 和 HTTP 1.1 把它给去掉，添加节点复制到客户端，导入，设为活动服务器，看一下右下角的 pin 值有没有 OK， 有的。那现在我们统一真连接测试一下，应该都是通的 OK。那有些小伙伴说了啊，你最后说的几个 UDP、TCP， 我怎么看出来它是正在运行 UDP 还是 TCP 呢？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个软件来进行一个辨别，就是这个网络分析器。然后我们直接启用现在的代理啊，我先测试 UDP 直连，然后我再开一个视频好了啊，我随便播放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啊，正在运行的是 UDP 还是 TCP？QUIC 就是 UDP 了，速度显示一下啊。那这里就是 UDP 直连的话 ，XHTTP 啊，它是非常拉胯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速度不怎么样。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优选 IP，UDP 的 CDN， 我们设为活动服务器，设完之后，这里还是 UDP 啊 ，QUIC。接下来我们要换 TCP 了啊，我们选择这一个。TCP CDN 设为活动服务器，大家可以看到啊，此时
协议这里就会变成 TLS 1.3 或者是 TCP 啊，大家可以看到啊 UDP QUIC 已经没有了。接下来就是 TCP 直连设为活动服务器啊，那这里的话 TCP 直连也是 TLS 1.3。现在测试的这4个就是需要申请域名证书才可以启用的4个方案。方案3的话，因为它有2种形态啊，我们先看一下80系设为活动服务器，因为它没开 TOS， 那我们试一下这个443系设为活动服务器，默认也是 TCP 啊，里面的 PLAN 没有填，我们可以把它强制改为 UDP 啊，我们把它改成 H3， 选择 H3， 点击确定，它就会变成 QUIC。然后我们切换到最开头的这个 XHTTP Reality 这个协议的话，它就是 TCP 的啊，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了啊，肯定是 TCP。那这7种形态啊，我使用感觉最好的就是关了 UDP。那你肯定会问啊 ，HY2 以及 TUIC 他们的 UDP 是非常 OK 的啊，但是 XHTTP 他们的 UDP 怎么那么差？那是因为没有使用 UDP 的暴力发包。所以 UDP 的话，它的速度是非常拉胯的。好，那今天关于 XUI 搭建 XHTTP 的7种形态、部署方式以及注意点，就跟大家简单的说到这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一个选择。好，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勇哥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